弘一法师说，一个人将要换气运的时候，必定要经历煎熬的时光，只有要跳出旧的能量场，才能把上一个磁场彻底清理，用来迎接新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身边的人、事物都在拉扯、纠结，这是命运的一场洗礼。一旦扛过去，自会扶摇直上。01觉察人际间的能量投射。人体就像一台不断运转的机器，这台机器产生能量，用以维持我们日常所需的精气神以及灵魂之光。而这台机器的核心，并非我们肉眼所见的肉身，而是来自不可见层面的以太体与其中的脉轮系统，它们如同发动机一般持续运转。在这个二元世界中，能量被划分为正面与负面，正面的能量为我们带来充盈、舒展的感受，而负面能量则容易附着于以太体及脉轮系统，造成能量堵塞与内在的压抑。负面能量几乎都源于人类的情绪、信念系统以及大脑的思维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正是灵性提升过程中需要不断觉察的部分。追求正面能量固然重要，但负面能量并无法被简单抹除，我们只能通过持续的关照、觉知，并有意识地释放它。我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能量投射的过程，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某种能量投射到他人或事件之中，例如对某个人的愤怒，对他人的攻击。这种攻击可能源自内心，也可能通过外在的争吵表现出来。在听、想、说、行的过程中，我们的能量会不断与集体能量场发生连接。当集体能量处于低频或负荷状态时，个体的能量往往会被瞬间拉低，这是一种集体层面的影响连接。通过有意识地切断与集体能量的粘连，例如你所处的单位、办公室环境或某些场域中弥漫的能量状态，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稳定自身。此外，还有一种来自个人层面的能量投射，可能源于家人、亲人、同事或朋友，他们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将自己的观点、言语或思维能量投射并进入你的能量体。若缺乏觉知，我们便会不自觉地吸收他人投射而来的能量。也许你原本精神饱满，只是与某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便突然感到烦躁或困倦，这往往是你的能量场正在被对方的意识投射所占据。就如同一个人原本衣着整洁，却被他人泼了一身脏水，此时最重要的是保持觉察，在适当的时机结束谈话，找一个安静的空间进行调整，通过冥想或意愿清理来释放附着的能量，并祈请大天使麦克切除你与对方之间的能量连接。一群人在争吵，旁边有人围观，假如你从旁经过或加入围观，并且足够警觉，就会发现自己的能量状态会立刻发生变化，进入一种恐惧、空洞的感觉之中。
这正是该场域中每个人所投射出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可能包含愤怒、担忧或混乱的情绪，正对你的能量场产生冲击。还有一种能量连接，往往来自于你关系亲近的人，例如疗愈师与个案，医生与病人，父母与子女，员工与上司，夫妻之间。这类关系最容易形成持续的能量连接，也最容易演变为所谓的能量吸血鬼模式。此前，一位从事疗愈工作的朋友曾与我聊天，他提到自己最近精神不振，总是犯困嗜睡，并伴随着情绪频繁涌现，不确定是否与近期地球能量层面的调整与清理有关。我只是简单询问了他的工作状态，便发现问题可能出现在疗愈过程中。作为疗愈师，尤其是通过双手进行能量疗愈时，由于手掌本身存在细小的脉轮，如果在疗愈前没有做好能量防护，即便是最基础的弹性防护，又或前期准备不足，便很容易与个案形成能量管道式的连接，对方的情绪与深层附着能量，可能如同垃圾倾泻一般，直接涌入他的能量场中。这种情况在亲密的亲情关系中也并不少见，因此在与他人亲近相处时，必须保持觉知与谨慎，始终保持与自己同在。也就是说，要时常有意识地切断与你所爱之人之间不必要的能量纠缠，在保护自身能量完整的同时，让爱与关怀以更健康的方式流动。这不仅不会破坏关系，反而能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加纯粹，也更接近存在的意义与幸福。爱与被爱，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当然没有。然而，当你与同伴建立深度连结，当你选择了在此生中与你长久相伴的伴侣，以及那些在无数生命轮回中反复出现、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时，你更需要清楚地分辨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能量连接就像一个结，有些人一生中打下了太多结，最终无法解开，直至生命终结。比如守财奴对金钱的强烈执着欲望，失恋者对过往美好回忆的难以放下情执，明星对自身名望与影响力的极力维护爱慕，这些都是未被觉察与松开的能量之结。02割断能量的羁绊，与你紧密交织的人，往往曾在许多生世中与你产生过深刻的羁绊。重要的是，不要与他们陷入长期或永恒的能量纠缠。真正纠缠不清的，往往是那些忘记了应有的能量平衡，转而依赖他人能量而生，或被他人能量所掌控的人。尽管人与同伴之间的亲密关系能够带来快乐、支持与疗愈，但更重要的是，你始终要保持只与自己同在。也就是说，要学会守护和维护自身的能量完整，不去牵扯、消耗朋友或亲近同伴的能量，也不让自己被他人的能量所牵制。在能量层面，真正的自由来自于不受外在能量的束缚，如此日复一日，
你才能逐渐从各种无形的羁绊中释放自己，让这种觉知成为每日的功课。因此，当你呼唤我来到你身旁时，我可以用无坚不摧的光剑以及金蓝色的光，帮助你切断那些不恰当的能量连结。每一天都需要做出清晰而正确的辨识。03切断性的捆绑。性的捆绑主要发生在两个相爱的人无法切断彼此之间的性能量羁绊，从而逐渐形成相互依赖。因此，在每一次与你的爱侣亲密接触之后，都需要有意识地切断这些捆绑，并做好内在的准备，邀请高我来到你的身旁。这将使伴侣关系持续保持生命力，让爱侣之间的情感不断更新，在相互仰慕中共同成长，而非彼此占有。当没有人因此受伤，当每个人都能保持自身的自主性时，这样的亲密关系便是愉悦而充实的，不陷入无休止的依赖。爱的河流才能绵延不绝，如同一汪永不干涸的水源，为众人解渴，却不索取回报。这样的觉知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当每个人不再受外在能量的牵引与干扰，伴侣关系、朋友关系、人际互动乃至最亲密的连结都能够保持新鲜与活力，人们每天都能以更新的自己重新面对彼此，并在不断变化与成长的面向中重新凝视对方。当两人甚至多人之间的能量交织得越紧密，若缺乏觉知，便越容易忽视周遭环境与自身状态的变化。而通过持续的觉察与切断每日新生的能量羁绊，一个人便能安住于自己之中，带着如孩童般的天真与惊奇，每天以崭新的状态去面对最亲近的人。为了完成这一过程，高我始终站在你的身旁，只要呼唤高我，你便能回归自由。而在自由之中，每一个当下，你都会自然地绽放出这种自由的感受。04朋友圈中的能量吸血鬼。我要提到的第二个重点是，在你最亲近的朋友圈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能量吸血鬼，你必须学会辨识他们。因为对于内在不够纯净又不愿意面对自身问题的人来说，友谊往往只是一个踏板，他们借由亲近关系进入你的生命，目的并非真正的连结，而是获取能量。这种行为本身并不健康，也并不合理，却常常在最亲近的家庭或社交群体中不断蔓延。因此，你必须清楚地看见它，并勇敢地去处理它。在当下，你必须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能量，不做任何妥协。在你的存在之中，不要允许无意识的外来能量随意进入，让爱自由地流动，不去占有，也不强求回报。许多关系中的痛苦，无论当事人是否觉察，本质上往往源于缺爱所引发的能量入侵。因为一个人内在缺失了什么，便会试图从他人身上索取。务必要解开这些错乱而纠缠的能量连接，请呼唤高我。此刻正是需要在所有层面
进行进化的时候，人类终将活在自由之中，并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果一个人能够每日持续地净化自己的能量，最终便会完全安住于万有初始源头的滋养之中。因为真正的自由，正是一个人切断一切束缚，并觉悟到这一点的重要性。高我是通往自由的闸门，是返回光之道路上一位忠诚、全知且无所不在的陪伴者。一个人终将以一无所有之身回到天堂的家园，空手接纳上主的丰盛。唯有不将一无所有视为卑微的人，才能真正准备好潜入上主之爱的海洋。有时我们所面对的并非自己的情绪，而是从他人能量场中感染而来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哭泣、呐喊，都无法真正释放，因为那并不属于我们自身，其根源也并未连接于我们的能量场。面对这样的状态，我们只能在冥想中请求指导灵的协助，帮助我们断开与他人的能量连线，将不属于我们的部分归还或交付给大地转化。我认为这是最为恰当的方式。我们无法通过替他人处理情绪来帮助他们完成灵性成长，那是他们各自的课题，是必须亲自面对与承担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代劳。05切除以太能量管。当我们出于恐惧而执着于某个人或某样事物时，便会形成一种灵性的枷锁，使对方或事物难以离开或发生改变。这种连接在能量层面上会呈现为能量管，其形态类似于手术用的导管，并会随着关系的持续时间与亲密程度而不断延伸。因此，最粗大、最牢固的能量管往往附着于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长期而密切的关系之中。能量管是中空的结构，能量会在彼此之间来回流动。然而，这些源自恐惧的能量管本质上是有害的，其建立基础并不健康，也与爱或关系中真正有益的部分无关。切除这些能量管并不会导致对他人的遗弃或关系的断裂，它只是移除了关系中不健康、有害的层面。以太层面的负性能量管与维系灵魂与肉身的银管并不相同，爱与银管不可能被无意或轻易地切断。假设你与一位忧郁、过度所求的朋友或亲属之间存在能量管，对方便可能开始持续地从你身上汲取能量，就如同在加油站不断加油一般。你会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感到疲惫不堪。而若问题的根源在于以太能量管，无论摄取多少咖啡因、进行多少运动或增加睡眠时间，都难以真正恢复体力。我深信，许多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成因源于人们长期被以太能量管消耗能量。在我所接触并协助的许多个案中，仅通过简单的切管方法便能显著恢复他们的能量状态。当与你存在能量连接的对象情绪失控、心生愤怒时，这股愤怒的能量便会顺着以太能量管涌向你。
直达你的身体与脉轮系统，从而引发莫名的身体疼痛，甚至是常规治疗难以奏效。专业的助人者，如教师、咨询师与疗愈师，往往会与学生或个案形成多条能量管，长期无条件支持朋友与亲人的人亦是如此。因此，在每一次协助他人的疗程结束后，或当你感到疼痛、精神低落，却找不到任何明确原因时，进行能量管的切除显得尤为重要。06. 能量遵循以下几个规则： 1. 越恐惧某件事、某个人，越是在助长他们，给自己造成更多阻碍。 2. 如果你与他人有着强大的情绪存在，或剪不断理还乱的扯力，说明你们之间建立了不良好的能量管道，这些管道会不断将强势一方能量灌输给弱势一方，导致扯力、业力的存在。 3. 勇敢地表达自己。如果你希望爱一个人，首先学会爱自己。当自己还在牢笼中，是无法为别人打开牢笼的。07. 如何保护好我们自身的能量？ 1. 学会闭合你的能量场。一般会出现过度疲惫或能量损耗过大的时候，都是我们把自己的能量场无意识地过度打开。造成你的能量场过度打开的原因，往往在于你失去了对自我中心、对自己起心动念的觉察，而过度地在互动中关注对方的想法或者情绪，以及对自己说话的反应。当我们过度地关注他人，我们会在能量上造成对外界信息的过分暴露，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信息反馈。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你可以闭上双眼，深呼吸3次，然后观想你的能量场成一个球形，每一次呼吸都把过于外放的能量归于到这个球的范围中，并且感觉到球的边界变得清晰而有弹性，并且可以对自己说，我将在互动当中保持自我觉察的中心。做简单的观想保护。当你预先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要和一个不舒服的人互动，或者进入一个嘈杂而充斥着各种冲击的能量场中时，你可以事先为自己观想一个能量保护罩。一般来说，只需要观想你被笼罩在一个光球中即可。有很多朋友询问光球的颜色，金色和白色是2种最常用的光，金色带来非常有力的保护，而白色则带来整体的净化，但也有一些颜色可以适合于具体的情景。蓝色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为躁动的能量场降温。绿色可以帮助你加快场中情绪的流动和释放，尤其是压抑的情绪。紫色可以为你带来更高层面的祝福和极具转化力的功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去观想合适自己情况的光笼罩在自己的能量场周围。当你进行观想之后，只需要对自己说，现在我将持续在光的保护之中，直至我再次回到家中。为自己的观想做一个实现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引导你的能量在最需要的时间段运行，就像你拧开了水龙头之后的活动，就可以不去刻意地维持这个光的观想，
只需要在有明显的劳累或者能量场被侵犯的时候再次观想即可。3. 与你的守护天使以及指导灵一起合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导灵。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者形象，但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你的支持和爱。如果你对你的指导灵或者守护天使有良好的连接或者信心的话，你可以邀请他们帮助你一起进行能量的防护。你可以在意念上邀请他们。我邀请我的守护天使与指导灵，在我今天的活动中，帮助我维持能量场的完整与平衡。然后你可以观想自己被天使的翅膀所环绕，心中充满了安全感，并且在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及时地呼唤他们来帮助你平衡你的能量场。4. 与自然精灵一起合作。如果你对自然、树木、动物或者水晶矿石等有特别的感情，你也可以呼唤他们帮助你一起对你的能量场做出调整与保护。但是这种方法需要你对自己的处境和需要有着比较敏锐的觉察，从而你知道可以呼唤什么植物、动物或者矿石的精灵来帮助平衡你的能量场。一般的情况下，我会观想有特定效用的宝石放在我的对应能量场区域，来进行相应的能量工作。比如，当我觉得需要滋养时，我会观想月光石放在我的能量场中；当我需要力量与勇气之时，我会呼唤美洲豹与鹰。你也可以与独角兽、美人鱼、小精灵等等自然界的精灵取得连接，去为你做特殊目的与用途的能量保护与平衡。5. 运用咒语与箴言的力量。古老的咒语以及箴言对应着不可思议的神奇能量，你可以寻找到一种与自己最有感应的咒语或者箴言。当你放松并且全然念诵的时候，观想咒语与箴言的能量清理与净化你的整个能量场，并且将你的整个能量场包围。我最经常介绍别人念诵的就是梵文版的6字大明咒。6. 借用实体工具做能量保护。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用蜡烛、颂钵、鼠尾草、能量喷雾、水晶，或者放一些盐的水进行能量场的清理和保护。这种方法虽然受到条件的限制，但是也最简单直接，适合观想有困难的朋友。总之，能量保护的方法多种多样，而核心的要点就是，我们并不是在出于恐惧而自保。当我们安住在心中的平和与喜悦之时，就是最自然的保护。慈悲心永远是最好的保护，因为它不仅带来隔离，还带来转化。光不惧怕黑暗，光可以转换黑暗。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已收到。守护能量，愿你能量纯净，不被消耗，永远安住在自己的中心。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
功德无量。